今天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好多了。再给你添一束。真漂亮。他们呢？他们在外面呢，一会儿过来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给你道个别，过几天就走了。120抓住了？抓住了，3个人全部拿下。太好了，总算完成了。你呀，现在就别想这些事儿了，啊！出了院，好好养你的伤。等我好了，我就去北京看你。行，等你好了，我在北京等着你。我昨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你了。啊？梦什么了？我梦见你是个厨师。我是个厨师啊。有一天深夜，我走进了一家小饭馆，但那个饭馆里就你一个人，既是厨师又是服务员。这么能干？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问你，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吃的呀？你就说，只要你想吃，我什么都能做。第二天我又去那个小饭馆去找你，餐具、餐桌还有陈设都没变，可是你不在，餐馆里又多了几个厨师还有服务员，但就是没你。是不是傻呀？你不知道问问他们我上哪儿去了？我问了。那他们怎么说的？我忘了。光顾着吃了。这边。这边。老赵，你们这屋。这个。志光，你们这屋。
谢谢啊，老范。嗨，跟我客气，有事找我啊？好嘞，那我先忙了。慢点啊。哎。瓦雷拉在最关键的时刻伸出了援手，我把跳过繁琐手续，直接带苗永林回国的计划向他和盘托出。他没有惊讶，没有责怪我，反而提供了一切我需要的帮助。他还组织了一场兴师动众的送别仪式。我本来只是想他帮我震慑一下车上的苗永林，让他们放弃反抗的念头，真没想到他给我弄来了这么多人。要是刚到莫斯科就能得到这样的支持，该多好啊！不过看上去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玛莎中尉。哈，谢谢你的安排。说实话，这是我见过最有诚意的送别仪式了。真是没想到，像你这样的要饭，这样的场面，合乎情理。我现在心里这感觉吧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你什么意思？回去啪的一下，小命就没了。按理来说，我应该很难过呀。可是我看见这些吧，心里还有点美滋滋的。你说我是不是贱？天生就是挨枪子儿的命。人嘛，都有这毛病。能有这么一大帮子警察丫送我上火车，我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光宗耀祖了。行啊，心态不错。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自己算个人物了。咱们后会有期。Счастливо, до свидания. До свидания. 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走得太匆忙了。Извините, что мы так быстро уезжаем. Вы всегда очень таинственны. 他说我们很神秘。希望咱们以后还会再见。Надеюсь, что мы еще увидимся. Ты прекрасный полицейский, наверное, лучший, которого я когда-либо видела. 可能是我见过最好的。你也是啊。Ты тоже. Я этого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у. 不会忘了什么？ Что не забудешь? Ну, как я гонялась за Мяу Юлинем, как я не могла найти свидетелей, которых нигде не было, как я не могла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. Ченяли, ты должен мне верить. 他说：“请你相信。”啊，当然，你当然不会忘了他。Конечно, он вам верит. До свидания. До свидания. Может быть, совместное фото? Да, давай. 来。OK. Счастливо. 保重。陈队，我先回屋了。王姐，开始吧。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案情。案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：在歹徒第一次行凶之后，第二天清晨，另外两伙歹徒持瓦斯枪、电棍、长刀对车厢内的旅客再次实施了抢劫。5月31日，另有一伙歹徒中途上车，开始在车上洗劫、伤害乘客，并抢劫了大量财物。从5月26日到
到5月31日，共有4个团伙的歹徒在车上进行犯罪，多名妇女被强奸、轮奸，多人被打伤、刺伤。这个是案情的大致经过。案情大家都清楚了，任务很简单，就一个字：抓。王局，和俄方联系过了吗？正在谈，但咱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。中央的态度很明确，让咱们现在就派人过去。我要提醒大家，这次是秘密抓捕，不能携带武器，也不能亮明自己的身份，还得从俄罗斯把人给我抓回来。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还不多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：犯罪分子装备了多种武器，什么刀啊、枪的，该有的他们都有，不该有的可能也有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不能暴露我们警察的身份，你们就是中国商人，倒儿爷做买卖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陈二烈，由你带队，没问题吧？现在是10点。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准备，11点钟集合。回来啦。我今天听这楼下有洗油烟机的，我就把咱家的油烟机给洗了。你说油烟机这个东西真麻烦，我才2个月没弄它，上面厚厚的一层油，特别脏。不过我听我同事说呀，现在有卖一种带过滤网的，是德国的技术，加上它之后呢，免拆洗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抽油烟机的工作原理吗？我听这个洗油烟机的人说呀，这个油烟机它是通过这个油烟里边的风箱，然后让这个油烟有那个离心力的作用，把它排出去。儿子睡了。睡了呀？怎么了？有件事儿，我得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得出趟差。
是我存了多年的酒了。今天把它拿出来啊，就是为了给你们送行。您这酒可真是有年头了。就他的鼻子灵。我跟你说，这酒啊，你可不能白喝。我明白。这次你们去俄罗斯，我没别的说的，再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带4个人去，一定要把这4个人再给我带回来。要完完整整、全虚全影的4个人。王局，您放心，这趟俄罗斯，如果有1个人回不来，那就是我陈二力。那么悲壮干什么？来，都端起来，来，一起为他们壮行。来。怎么着？不舒服？要我给你松松？你给我打开得了。打开，这里别指望。怎么样，二力啊？俄罗斯海关一会儿就上车了。好，我有准备。那就好。等一下，还有件事儿啊。还有3天，就是苗林的生日了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没忘。你交代我的事儿，我全都安排好了。得嘞，那我忙了。哎。老快，帮我把包拿下来。把他们带过来吧。你这搬到底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怎么靠着难不难受啊？啊，要不躺会儿？哎，盖上去，别冻着。
你帮我瞅一眼，我道个谢。李哥，我觉得这车厢的上铺设计绝对有问题。怎么了？你看啊，我躺下的时候啊，这瞅着离车顶还挺远，可这一坐起来，这脑袋直接就挨着天花板了，憋屈。这个呀，就是个生存空间问题。什么意思？你看，人跟人要离得太远呢，就会觉得荒凉；要离得太近呢，就觉得资源不够分配。哲学。哎，乔午睡了吗？和我一样，翻来覆去的。回去跟他聊聊。怎么？睡不着啊？有人说睡不着的时候就数数，不过这招对我从来都没管用过。甄警官，您相信轮回吗？如果你信的话，那就有。我回了北京，就要完了。你先别那么早下结论了，他最后还是要看法院的判决。那是肯定，这我都知道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我该明白的事儿，我都明白。您可别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事儿都不懂的人。我从来都没觉得你什么事儿都不懂。之前学预审的时候啊，我看过一本书，是俄罗斯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的，叫《罪与罚》。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大学生杀人的事儿。他杀人的动机非常的荒唐，故事把他犯罪的前后所有的经历都写得非常详细。我虽然不赞同他的做法，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他。任何一个人犯罪，你都不能仅仅从他的罪行去看他。首先，他是一个人，他犯罪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。当然了，人性中也存在着无缘无故的恶，但是很多时候，那可能都是一种迷惘。张二烈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得认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当大哥，那样我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种下场。没住这儿吧？没事。我上个厕所。你去，我盯着。我刚想明白一件事儿。刚才海关进来的时候，你给他们看我们护照了吗？是不是压根儿就没给我们办护照？你们不会是偷着把我们带回北京的吧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也能想通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把我抓回去，你们怎么立功受奖？行了，
别瞎想了。走的时候，站台上那些来押送你的俄罗斯警察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嗨，反正到这步了，我已经认命了。说实话，死在国内比死在异国他乡强。你认命了？你觉得你现在到了这种地步，是命运的问题？我生不逢时，不然我的理想是一定可以实现的。我打小就爱听评书，评书里说了，窃狗者诛，窃国者侯。这道理你肯定也明白了。我觉得呀，人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。在世界面前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我上小学的时候特爱打架，但我不是最能打的。我们班有一小孩比我厉害多了，远远超过我。虽然我是第二啊，但是我跟他打起来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有一天我跟他打起来，他把我按在墙角打，不停地踹我。可是到最后，他哭了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无论他怎么打我，我都没哭。前面应该到蒙古了吧？对，今天就到了。我就知道，到乌格里沙这办签证，老子，你可得把我看好啊，别让我趁机跑啊！你这个玩笑开得还不错。宇哥，前面到蒙古了，准备下车签证盖章。 Внимание, уважаемые пассажиры! Наш поезд прибыл на станцию Сухой-Пат,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онголия. Просьба всем покинуть вагоны и приготовиться к таможенному досмотру. 车上的乘客请注意，车上的乘客请注意，列车现在经过蒙古国苏赫巴托边防检查站，请所有乘客下车接受边防检查。车上的乘客请注意，车上的乘客请注意。 列车现在经过蒙古国苏赫巴托边防检查站，请所有乘客下车接受边防检查。人都齐了啊，走。你好，陈二弟，哎，力哥。 刘飞，你先让。哎，这么巧啊？怎么跟这儿遇见你了？哎，那是姚凯吗？你们要回国呀？对啊，你呢？我啊，嗨，我现在在俄罗斯其他几个城市跑呢，这次回国进点货。我听说那帮人抓着了。抓着了。太棒了！哎，你们在哪车呀？晚上咱喝一口，我那有个局。行，没事，到时候咱们约啊，到时候看。那说好了啊。生意兴隆啊！
张师傅，哎，怎么样？好了吗？菜和饺子都好了，你看我们端过去。等一下，把这杯酒送给他。好，拿好。赵林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这顿饭就算是给你过生日了。谢谢。这还有饺子呢，牛肉馅的。哟，让您费心了，陈警官。知道费心就行，可以安排餐车做的，我们都没有。行了行了，按规定，这路上你们是不能喝酒的啊。但因为今天是你过生日嘛，就算是破个例了。谢谢你。哎，您怎么不喝？让你们喝，我这都犯了大错误了，我才跟你们一块儿喝啊。算了吧，我可没那么大胆儿。成，那我就得着了。也不容易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不想多说你什么，你就好好过个生日就完了，啊？行了，都别感慨了啊，赶紧吃吧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。谢谢。怎么着了？不是回家上厕所了？饺子吃多了，肚子难受。慢点啊，我看你像喝多了。先生。过来点儿，哪点的？哎，白色的小小门。是。再坚持一下，再过3天到了2点就好了。回来了。慢点。来，没事吧？啊，困了？逃跑的时间长了，酒量越来越不行了。那赶紧睡吧。姚警官，哎，郑警官，哎，力哥，来，进来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力哥，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坐。来，力哥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何石啊，这位是老邓啊，都是自己下海经商的，都是我跑业务的时候认识的朋友。这位呢是陈警官陈尔利，刑警大队的大队长。哦，陈警官，哎呀，幸会。客气。陈队长，幸会。你好。力哥，他们呀在丰台开了一个洗浴中心，等您回国以后啊，有机会去那儿坐捧场，你看行吗？好，有机会啊。哎呀，陈警官能大驾光临，那我们洗浴中心可是蓬荜生辉呀！对，我们的地方特别好，有桑拿，有芬兰浴，还有蒸汽水疗。陈队长，您回北京以后啊，一定得去体验一下。说好了，一定去。哎，力哥，我看这么着吧，
要不然一会儿啊，您去我们包厢，我们那儿有酒有菜的，咱一块好好聊聊，怎么样？不了，我今天啊有任务。哎呀，认识陈队长那是缘分呐。我到餐厅叫几个菜，一会儿咱们都过去坐坐，好吧？啊，对，别客气。那这样，到了北京以后啊，咱们找个机会，咱们一块去，好吧？哎呀，别这个，这难得有机会，咱就一块去吧，一起走，不容易。二弟，今天，要不你跟他们去吧，这儿有我们的。哎，这怎么说的呢？那个要去，大家都一去吧，都去。行，那这样，待会儿我去跟你们喝2杯，好吧？但是他们今天确实有任务，确实动不了。好，陈队长，那行，那走，我们去准备菜去。好，一次方休。李哥，那咱就走吧。哎，我交代一下，马上就过去。啊，4号车厢，7包啊，知道。酒精起作用了，那你们盯紧点，我过去照下头，马上过来啊！还硬着上呢，关键吧？刘飞，啊，你见过？一拳奔倒来了吗？赌场很好。